vivo X200 Ultra 即将在4月21日晚上7点正式发表。其实感觉发表会现在已经是形式了，因为在发表会之前 ，vivo 官方已经主动公布非常多的资讯。正如之前的节目提到，这次主镜头跳脱以往的23mm 或是24mm 的广角镜，改由35mm 这个摄影师更爱的焦段。除了这个以外 ，vivo 还陆续公布了不少 X200 Ultra 的特色功能跟规格。这期就来分享我对这些功能规格的看法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2个礼拜前分享的 vivo X200 Ultra 的反骨镜头配置，真的是完全颠覆智慧型手机的传统设计概念。采用35mm 的焦段来衔接原本 X200 Pro 在中焦段跟潜望长焦中间的空缺哦，更在超广角镜头配置更大的感光元件来填补 23mm 的原本主镜头的焦段。现在资讯更明确一些啊，而且在配件设计上，也真的也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哦。接下来就一一分享给大家。这是 vivo X200 Ultra 3镜头配置，在超广角部分采用原本在主镜头的5000万像素 1.28分之1寸 Sony LYT818 感光元件，焦段是 14mm， 光圈大小是 f2.0， 净光量比起前一代提升了 181%， 并且支援 CIPA 5.0 级的 OIS 光学防手震，还有蓝图夜景演算法。在超广角部分放入光学防手震的功能，真的很少见啊。这个也能让拍摄时夜景更为稳定，录影的时候也更为顺畅一些哦。那主镜头部分同样也采用5000万像素 1.28分之1寸 Sony LYT818 感光元件，焦段是 35mm， 光圈大小是 f1.69， 同样也支援 CIPA 5.0 级的 OIS 光学防手震。另外还有加上 GLC 2.0 的镀膜，反射率低于 0.1% 哦。我想之前在 X200 Pro 主镜头发生的眩光问题，这次应该是不会再发生了。毕竟 vivo 已经完全知道它问题在哪里哦，所以再加上这次新的镀膜以后呢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根解啊。潜望长焦部分，这次在镜头模组的体积比起上一代要大很多。虽然跟 X200 Pro 同样采用2亿像素 HP9 感光元件，焦段也同样是 85mm， 不过光圈大小由原本的 f2.7 提高到 2.27 哦，加上搭配全新超光临近技术，还有镀膜技术，净光量提升了 38%， 也就是说里面的结构全部都改变了哦，所以让体积变大很多，然后净光量也变大很多。另外还有防手震的等级也提高到 CIPA 5.0 级，防手震的能力比起上一代提升了 41%， 在长焦拍摄会更稳定，而且会更明亮一些。影像晶片就像上次说明的，采用双晶片设计哦，它用 VS1 当成专门处理前段画质的 Pre-ISP 晶片，先行处理复杂的光源后，进入了 SoC 内建影像晶片处理画质，最后经过 V3 Plus 进行最后处理，让手机在复杂光源跟高速拍摄下，依然可以保持极高的细节跟色彩还原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它说是有双晶片，事实上它是经过了3颗晶片的处理哦。总之，我超级期待这款手机的推出，上市后我应该也会买一支来实测，到时再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就是非常大的重点了。vivo X200 Ultra 呢，这次同样也推出专业摄影套装，以 Type-C 的方式连接，并且加入2300毫安时的电池，速度更快、更直觉，电池续航力也更好。套装上有专属的拍照快门键，还有独立的录影按键，并加上多功能的拨杆跟滚轮，可以设定成焦段调整或是光圈快门速度的调整，真的很像就是相机的使用情境。更强的是，这是透过环接系统，还能在原本 85mm 的长焦上加入了 2.35 倍的增距镜，等同于具备 200mm 的光学焦段。如果加上原本在 460mm 也能实现无损变焦的能力来说，基本上1000mm 对于 X200 Ultra 来讲真的是小菜一碟哦，甚至更高都没问题。vivo 产品经理韩博肖也释出 X200 Ultra 的加入增距镜在演唱会拍摄的作品，使用1157mm 的焦段拍摄，这个焦段这个手机应该拍不出来吧哦，结果拍出来，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是智慧型手机拍摄的哦。另外，他也释出拍摄桃花的作品，没想到从200mm 一直延伸到1600mm， 都有如光学焦段拍摄的质感。之前提到 vivo 会跟富士合作开发全新的滤镜系统，这个消息已经被 vivo 产品经理否认了。不过他说因为加入了底片风格的滤镜，所以在质感上其实是跟富士有一点接近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误会了。那录影部分
X200 Ultra 终于让手机拍片这件事情变得更专业了哦，支援 4K 60fps 10bit 的 log 档，全焦段都能拍，还能套用 LUT 档哦。色彩也支援 REC709 的专业还原啊，后置空间大幅提升，还支援全焦段 4K 120fps 的慢动作，感光元件的读取速度更达到 6.8毫秒，减少果冻感跟画面的延迟。另外还有全焦段的星空缩时录影功能，特别针对日夜转换的星空场景做强化，直接跟 iPhone 16 Pro Max 来相比啊，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看出差异所在哦。那这次的人像系统可以说是 vivo 有史以来做的最完整的一次啊。首先是焦段，从24mm 一直到135mm 全部都有支援，全部都能拍出质感特写哦。尤其是85mm 的压缩感，还有135mm 的拉近特写啊，这个细节啊，好像就像是直接用单眼开拍的感觉哦。自然虚化跟法师边缘的处理，这次也进步非常多，五官的立体感也更出现了哦。另外还有加上有着变焦技术的补光灯，在夜间拍摄人像时更好用。话说啊，这次 vivo X200 Ultra 虽然在镜头上多了很多设计，但整体机身并没有比其他品牌厚，只有 8.69mm 的超薄机身。不过这次相机模组没有火山口的设计，变得稍微突兀一些啦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见仁见智，有人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咯。虽然说 vivo X200 Ultra 应该不会有国际版，但依照 vivo 的习惯，接下来 X300 Pro 呢，应该就会继承 X200 Ultra 的设计。等到了年底，我们应该就有机会在台湾买到这样设计的手机了。那以上就是 X200 Ultra 在正式发表会之前的总整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期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 Play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